输出，抱着小雪往前推进。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嘛，有这么高的切 C 数量，但是小雪在本赛季的发育的场均死亡只有1.07。其实对于北京微博来说，小雪也没有那么好切。是的，所以究竟今天的这2位教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 BP，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对于九哲来说，这是他第4次率队晋级联赛季后赛的胜者组，前3次在 Hero 均夺得了冠军，来到 BP。对，而老林的话，这是他在本赛季的，这是今年第2次在北京微博晋级胜者组。是的，可以看到广州 TG 这边是搬掉了一手张良。其实在这个版本的话，北京微博它又是在一个红色方，感觉它要么就是选一套去打你大师的阵容，要么就肯定要把大师按在班位上。主要看鲁班大师在这个 BO 期微博放不放，特别是在红色方的时候。没错，然后紧接着的话，北京微博是把空空儿给搬掉了。空空儿在当前的版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季后赛的话，比赛服同步到了正式服8月14号的版本。8月14号的版本就是进行了空空儿的调整。的这个版本，还有元歌的这个调整的版本，主要是元歌，他现在是全能碎片，算是一个全面的加强。对，哦，鲁班大师还是搬掉了，不能放，毕竟只输了1场。广州第一选择搬掉一手不知火舞，抢到一手沈梦溪。这个抢的话，在北京微博的反手这一方还是有就是反制能力的。这样的话，看少司元要不要拿，因为 TDG 已经把张良给搬掉了。是的，现在我们看到季后赛其实这么多大场，第1小局基本上就是凯这个英雄一定会出的，而且大多数都是红方在出。而且这2个队伍的选手凯的胜率都很高，而且使用场次也都比较多。像北京微博的话，在这个赛季暖阳的凯是8战6胜，那么一上来少司元加上凯2位点出来的英雄全部都亮出来了，就看非常强了。对，看 TDG 2、3楼出不出射手，如果出公孙离的话，微博3楼可以来手仓或者戈亚。就我们比较少看到的是嘉兴使用野河去打凯这个英雄，所以他会选择用残野去做对抗，所以他选择了大司命。对，然后中路的话是沈梦溪，强度也够高。大司命加苏烈也是打团非常强的一套组合了。而且一上来2个打野都祭出自己的高战力、高胜率英雄了，这2个英雄在他们的手中，在本赛季都是仅输了2个小局，使用场次都是非常高的。然后再来一个苏烈，前排强度足够高。是的，而且中后期这个团队也非常高。海月就是单丁嘛，单丁一个沈梦溪，在一个对线层面上打沈梦溪也是不虚的。然后在4分钟、8分半和10分钟的龙团，他可以直接把大司命给拉走。是的，而且他中期起来的话，对大司命的威胁性还是比较大的。直接搬掉了夏洛特，但是2边的射手都还没有出哦，看 TDG 这边要不要考虑一下。毕竟微博这边的游走是少司元，他整体的搭子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公孙离、戈亚这2个英雄都在，对，等于是3个射手，看他是不是要全部送上班位。先搬了一手公孙离。公孙离还是要搬的，因为公孙离在中后期装备起来之后，大司命这个英雄拿他没什么办法。对，是，他打大司命非常痛。all in 搬掉，但如果一直搬射手的话，其实对于 TDG 来说是不太友好的。如果微博这边4楼先抢一个，后面不太好用，不能搬了，搬了一手曹操，搬曹操，而且微博他可以把5楼留给对抗。是5楼留给对抗嘛，4楼可以抢一手。配合少司元比较强打压制的什么戈亚之类的英雄是蛮厉害的。而 TDG 的话，要把在这个版本目前在巅峰对决出场率100%的曹操送上班位。是的，曹操在这个版本配合上凯是相当强。微博又搬了个守约，还是防止 TDG 这边去拖一个后期，毕竟 TDG 的前3手前面强度已经足够高了。是的，而且守约有个眼的话，你海月没那么好抓人。对，而且这是小雪嘛。小雪，你给他一个后期的英雄，他真的就能赢啊！是的，他这个赛季拿过4把的守约，赢了3把的。对，这样他要不要抢一手仓或者戈亚，直接把组合给建立起来？然后把对抗路留在 counter 位，就看你选哪一个了。就你选一个，接下来 TDG 又要另外一个。前3楼其实2边都是比较扎实的。越是恐惧，我直接拿狂铁，就觉得可能有2个射手，你拿一个我也拿一个。他补一个前中期，那他的其实局势就蛮定了嘛。他想把这个大旗交给小麦来扛，让你小麦选出一个最好打的射手来去打这个。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因为这场比赛我们除了在看双方的打野的对决之外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双方的后期兜底射到底谁更厉害。而且小麦和小雪的话，在这个赛季啊，分区经济，小麦是第1755，小雪是第2745，这都足以证明这2个选手在队伍当中的地位。再看 TDG 轻轻压箱底的英雄，换了达摩，换成了达摩，也是这赛季轻轻达摩的名场面特别多。对，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晋级之路红区的那一波，达摩加戈亚嘛。对，一拳打4、5个。是的，这样的话看微博推手要不要顶着出戈亚了？没问题，还是出戈亚。
这个感觉就4楼这手狂铁就不想让 TDG 这边拿。如果 TDG 这边再来个狂铁大司命沈梦溪的话，前面就太顶了。对，这手狂铁选出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以选代班的作用，因为新兴的狂铁胜率也非常高嘛。对，再加上其实你看左边阵容，沈梦溪、苏烈、大司命，他如果再加一个狂铁，他前期是非常强的。所以微博选择说，与其让你强，不如我主动把这个狂铁给抢到。是我这一把我就不把核心放在我的对抗路上面，我这把把我的核心交到小麦手中。而且你把狂铁抢到以后的话，你这一个上中野对抗性程度上，你 TDG 前中期也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打的。主要是你还不能遗漏掉听月的这首海月的作用嘛。是的，听月的话，这赛季海月用过了一场，但是赢了，还是算是一个可能会比较藏的一个绝招。对，就是用的比较少。是你对我这个英雄在你面前其实没有太多的数据样本去研究我这首海月的主要节奏。但其实海月怎么说呢？海月这英雄，你就前8级，其实你的大招一定要谨慎点用，因为你前期伤害是不足的，而且拉了以后你特别容易让队友来接你啊，导致你一个整体的发育空间啊都会很限制的。而且海月这个英雄也得有钱，而且海月这个点其实很大程度限制上了 TDG 4分钟龙团。要知道 TDG 这赛季他们在4分钟的这个首暴君的控制率是排在第1的。但是4分钟龙团导致有海月的存在，你如果打野向前想去 run 暴君的话，海月直接可以把你的打野给拉进去。对，就可以让己方打野去把这个龙给抢掉。就是在这个赛季，你说在场均野怪控制率方面，野怪控制率占比，然后暴君控制率、小暴君的控制率上的话 ，TDG 其实都是名列前茅的。对，而且他们还是在第3轮输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保持了前面比较好的一个数据。就他们在第2轮之前几乎都是一个第1，一个第2。就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啊，就是我看了一下，他们在1、2阶段的暴君控制率是75%，那相当之高，排在第1。但是到了第3阶段之后，暴君控制率从75%降到了58.82%，降了很多，但是他也排在了暴君控制率的第2。那就说明2支队伍其实都以暴君争夺非常强，就也没有说什么特地去慢慢去拖，跟你换节奏之类的。他就是不会，我不会说我一定会把这个东西给你，我还是会跟你打的，因为微博它对于就是前期小暴君的欲望也比较高，在这个赛季的话也达到55.8%，虽然说比 TDG 肯定是少不少，但是在整个联盟里面也是排在了前5的。是的，因为微博其实他纳可路这种野合出的蛮多的嘛，像这种。选出这种阵容的话，基本上4分钟暴君都是要让掉的。然后就是这2套阵容哪边更好拿1血的这个问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打北京微博你是避不开1血的。而且这得聊到广州 TDG， 他们的1血次数18次，排在了全联盟的倒数第3。对，这18次是 TDG 全队拿到了1血次数，但是你放在北京微博这边来看的话，暖阳一个人在这个赛季拿了 TDG 全队的1血次数，他一个人就拿了18次。对，很夸张，因为微博这赛季的1血次数是达到了44次，都快到一半了。对，所以在这方面的话，看看 TDG 他们一上来做出的这个阵容强度不低，对吧？苏烈、沈梦溪，然后边路的话又挂了一个达摩，然后紧接着野区的话是大司命对凯的这种对撞，特别看前4分钟的一个碰撞。是的，其实这一局主要还是一个海月吧，海月不要前期千万不要乱拉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崩。如果说他这个阵容成功拖到中期，就跟你打4分钟龙团这一波，暴君团只要北京微博拿到了优势，其实他这一局会蛮好打的。对，第一把其实两边的阵容选的都很硬碰硬啊，对，要打正面的。而且你这把是有点顶着海月出了一手达摩了，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达摩有一个相当比较自信。这2个教练的话也是老对手了。所以一上来的阵容做的强度都是足够高的。查了一下，上一次2人的交手，九哲跟老林打 BO7呢，还是22年世冠淘汰赛的时候了，比较久远了。对，很久了。所以进入到双方 BO7的第1局，究竟谁能够在第1局先下1城呢？进入比赛，我是九名字，我是伪装，我是北岛。全军出击。开局正常分线，主要看嘉兴要不要去抢第1波中。有翔，哎，没去了。其实猜到对面可能要过来抢草，还是要发现了。而且还是要去拿的。来，选择起开。抢的足够快啊，毕竟是沈梦溪。下路打的也火热，九星在用自己的状态去换第1波的线权。来掉1波被动。基本的状态去抢线，然后去拿这个红损。现在苏烈都是这么玩的。对。
第一波上来用自己的状态，第一条命去换第一波的线权，然后稳定拿到下路的红隼。这反正被动跑得也快，青青这个赤甲没保住，一边一个。因为在苏联没被动这段时间，其实对面也很难开起来。4分钟龙团之前 CD 也能赚好。那小雪这一把在下路还是挺舒服的，又拿红隼，然后对面的赤甲也拿了吧？对。而且正常仓对戈亚的话，其实有 EA 的话，其实没有那么难受。就多赚一个小野。哎，上路这波想打，开起来，二技能顶墙，要逼闪吗？闪现放不出来，直接被控死了。TTG 从微博的手中拿到了1血。是的，而且这一波狂铁感觉想，他在等，他也等人更多的时候，他释放那个1技能，想回更多的血。他这一波其实是有点想反打的，就觉得自己坦度够高，然后暖阳这边马上清完野到4之后能过来帮他。他没想到这一波3个人的上来是直接把他给灌死了。对，主要是控太多了。胜率是达到了72.22，很高的一个排名，排在了全联盟的第2。对，全联盟前2啊，就让 TTG 前面拿到优势，他们的节奏就会进展的非常顺利。但是微博的这个非1血胜率只有40%啊，很低了啊！海月4级，第一波大招拉，直接拉了，所有人都来赶，都在抢地盘。大斯密在里面把大招放了出来，血量回到了1半以上。然后紧接着出来之后，看队友能不能造一波起火，但是还是成功带走了嘉欣。狂铁上去之后给个大招，打出了9星的一个闪，这波可以直接进蓝。对，知道9星是没有被动的，1技能上去没有挂上减速。沈梦溪过来之后，看看能不能跟达摩2个人守一波，把北京微博赶出了野区。这一波微博还是比较谨慎的。其实，在击杀掉大司命之后，他们可以在对面达摩没大的时候去反这个蓝 buff， 觉得对面可能要复活了，先反个小野再去拿空间之灵。是的，而且这一波主要也是苏烈没有被动。所以没有被动，他就要跟你打死架了。然后狂点当时也是一个满红怒的在你旁边。主要是这一波想去反野的时候，正好卡到了听月、海月到4的一个节点，大招直接就拉进去了。1血胜率72.22%，广州 TTG， 而北京微博非1血胜率40%。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就 TTG 在这个赛季其实拿1血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们对于4分钟龙团的一个执念是比较深的。但是也说得很明白，他拿的少，但是只要拿到了，他的胜率就高。对。这就是嘉欣和这支广州 TTG 在今年的夏天给我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和我们对于这一支新的 TTG 的理解。就不管前面可能被对方拿1血，但是我持续的攻势是不会断的啊。拍小闪，2技能顶上墙，苍这波跟输出，开启大招，但是距离太远了，给了个跳射，但此时少资源跟了过来1个2，再接一个强补，然后大招被海月拉了进去之后，被听月的2技能给收掉。哇，第一时间听月很能忍啊，因为在苏烈脸上的话，他没有把大招交给苏烈，等到苍这边想补输出的时候，到了他大招的距离，再用大招把苍给拉进去了。听月诱了个大鱼出来。是的，这边又打起来了。大司命1个人在扛上3个人打，大招开起来，打野大招换大招。看一下4分钟龙团，两面打野都是没大的，都想争。小雪活了，从下面赶过来，看看能不能骚扰一下。此时的听月手里是没有大招的，但苏烈这波是有被动的，应该是要拖一下。拉拖了啊！但狂铁这位置还不错，苏烈这个位置在换自己的被动，2技能再续大招拍一下，但自己可能有点扛不住，先打出第一条命，然后被点灯站起来，狂铁这个闪现往回拉扯一下，苏烈上去3段拍没有拍起狂铁，拉扯了出去，这波换血是 TTG 赚了。主要这波微博的中野都没有大招，导致正面其实 TTG 会打得非常凶，对他们直接把这个口子给挤过来了。然后这时候 TTG 赶紧回头去 run 这一条小暴君。没问题，被 TTG 收下。全联盟第1的暴君控制率确实厉害，不是浪得虚名的。主要还是前面中路的那波碰撞，其实两面打野都叫了大招。就凯第一时间没大之后，也不敢直接去顶着对方的伤害去 run 这条龙。而且大司命在这个节点上也是相当强的。主要是这一波狂铁他没有红怒，虽然说他那一波位置是非常好的，但他也是最后没有红怒，然后导致也扛不住什么伤害了。手条暴君控制率，手条暴君控制之后的胜率也是排在了全联盟前5啊，第5名65%。这是一个双高的数据啊。对，两边的经济咬的还是比较紧的，但现在微博是做了一个换线，把海月单挂下了。对，让他经济更高一点。河道又打了起来，苏烈被打出大招，凯上去之后打出了苏烈的闪现。就每一波当凯和海月一起合体的时候，其实是 TTG 最有压力的时候。一个可以拉大，一个开大顶进去。这边中路要直接给1塔压力，此时狂铁1个人要回去反包，但
但线防御塔，对，线已经清掉了，线已经把 TT 给赶走，拉了一个大司命，拉了一下，大司命在里面交出大招，但血量不是很健康，而且这个口子已经被北京微博给占住了。看秦晋能不能过去守一下，手里是有闪现和大招的。抽两个，一闪接大招，2个回来，先秒掉了听乐，格亚就会打到残血之后撤走，而暖阳也没能够走掉，北京微博的中野全部倒下。首先是微博下路落了4个，这波 TTG 3个想压中1，但是这边回防的时候，海月这边大招给拉了进去。本以为微博可能会去守这个狮，但是 TTG 这边反应更快。对，有被动，刚好刚刚好被动。这一波小麦上去是看9星没被动，所以差一点点，就1秒。对，这波 TTG 赚了个盆满钵满啊。其实海月在前2波拉的是相当不错的，这一波拉了，你可以看到，其实刚开始拉进去的之后，所有微博的人都在旁边，但是随着 TTG 的人全部支援过来，还是有点溃败。这就是 TTG 在前3楼补了一个双前排，就算预判了3楼的一个海月，你拉一个，我还有一个前排能够帮助我在外面站住河道的一个视野。而且看到北京微博这边啊，当发现轻轻的达摩全技能往这边在挤的时候，他们都往后退，对，必须得把口子让出来。来看一下。拉大司命，这时候本以为微博可能把谁挤过去，但是达摩一闪直接踹2个，青青这波太帅了，很果断，而且主要也是海月在幻境里面吃到了大司命的一个大招。这波什么交闪，狂点交闪，龙再给一个击飞，帮助北京微博强留了赫兹，然后继续往前挤，凯2技能打一波，苏烈过来想拍大招。一个大招拍到了3个人，但轻轻扛不住，还是倒下了，接不了。凯这波上去之后，再给个2技能，海月给他拉进去。大司命这个位置应该也插翅难逃了。出来也要被守了。对，外面是4个人，出来上去一波集火，嘉兴扛不住 ，TTG 又被北京微博在主宰坑的位置打了回来。看这波中线能不能护住，可以去压一下 TTG 的中1啊。北京微博中路有兵线，2个兵线的状态都很好，苍跟苏烈2个人，苏烈还没有大招。看看能不能用自己的命去保一下，什么是一颗雷过来炸掉了兵线，保住了中路的1塔，但是冲进去之后，微博好像想杀人，但是戈亚这个位置直接被打残，也只能跑了。这一波其实微博正面抓住了第一时间 TTG 人不齐的一个情况，逮到了落单的一个沈梦溪、赫兹。就第一时间，如果 TTG 的双前排不在正面的话，其实这个团是很难接的。被微博给逮住了。但微博这一波压中1塔，其实风险性还蛮大的，差一点被这个苏烈给操作了。当时苏烈也是没有被动，小麦想去收这个残血的苏烈，好在自己4血是逃走了。是，这波如果小麦死的话是比较伤的。是，而且这一波也是逼掉了，正好是龙拍了个助攻。然后再想走的话就走不了了，因为毕竟是带着一个红 buff 的凯在这里黏着你。第一时间 TTG 人是特别少的，小雪也很孤立无助啊，他一个人在河道想跟输出他也不敢，太远了，对，只能跑了。但 TTG 这阵容随着你一个少师员加海月慢慢起来之后，你这个苏烈大招只拍了个凯，沈梦溪的威力就会变低一点。对，你看像4分钟，苏烈这波有被动，被打出了被动，队友想点招，但可能有点扛不住，苏烈可能先倒了，大司命开启大招做一群人，但是这波狂点进去之后，达摩残血回头想要就换一个，最后换掉了子墨。子墨的头是被苍拿掉，但是小麦这个位置上去被沈梦溪踢起来之后没有死，嘉兴出来一技能。这波最终是打了一波1换2啊，但也没有输出了。小麦血量很残了，他想去跟小雪对点，但是被赫兹给操作了一下，拆了个火。主要第一时间9星进场的时候，直接相当于免费的被打出了一个被动，导致自己伤害都没有打出来，直接被打死了。后续相当于正面 TTG 少了一个前排，微博这边就重新往后打了。不过这一波狂铁是闪现跟长城都有点没交出来。这波打完，其实微博同学可以先站住10分钟暗影爆金坑的一个视野，他们优先过了中下2波线。TTG 如果要挤视野的话是比较难的，海月和少飞可以卡着河道的一个视野。下路线先过，过完之后再转中，中路的线过进去。但这波好像要先让戈亚去拿红。对，但是苏烈已经过去看了，应该发现了，视野看到了。这样的话 TTG 可以挤过来。对，知道你射手不在。正面直接开，上去直接打，开的是凯。对，凯2技能往回退了一波，回头再反打，苏烈没有被动的，被打到残血，管理这波跟上去，再给一个 A 闪拍了一下，带走了苏烈之后，自己被达摩给踢了回来，扛不住，但是这波小雪也暴露在了微博的脸上，最终被梦溪给拿下。达摩这波1技能给了一个小麦的扣子，但小麦还是拉开了距离，回头反杀了青青，然后紧接着冲到了中路的2塔下方，又让小麦带走赫兹。这时候只剩下一个嘉靖的大司命在塔下，大招开起来，但是被拉开了距离，没有能够起到好的回血效果。小麦2连击破团灭 TTG。
这一波其实是 TDG 想抓住一波戈雅不在的时间，正面5打4开一波，但开到的第一个人是凯呀，但凯这边直接开大反打了，是直接把你的进攻给化解掉了。而且当时的苏烈是没有被动的，直接被微博这边4个人夹击被秒了。对，后续海月还拉了一个大司命进去，然后就有点像刚从主宰打到蓝坑的那一波，对，就会发现 TDG 一个一个被追击，一个一个倒。除非 TDG 这波能开到对方的后排，像戈亚或者海月其中一个，你如果开到狂铁和凯，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其实开海月都有点难了，开海月如果说海月及时拉的话，他就能把你的这个进攻也给化解掉。关键是暖阳他也，我估计站在他的视角，他也想不通为什么你这个苏烈没有被动敢到我的脸上来这么跳，而且你们过来把集火给到了一个凯之后，微博他也没有理由不跟你接后续的团战。就在暖阳的视角里面，特别希望 TD 这边把技能给他，对，这样他的后排就安稳的输出。这波 TDG 打完之后非常亏，微博这边拿到了一条暗影暴君，然后经济差领先了将近5000。而且随着时间的慢慢的发展，这手沈梦溪其实它的作用也会慢慢的变小。TDG 肯定是想要把这个速度提快嘛，是加速，把自己的进攻打得越快越好，然后最好是能够把微博压在家里，让他出不来。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理解的，着急嘛，这几个人。这5人组第一次打季后赛，就第一时间做的判断多打少是没问题的毕竟人多打人少嘛，对，是想开团的。对。但现在沈梦溪的作用就比较小了，就算他炸到戈亚或者海月，毕竟微博这边有组是少4元，可以把血量给抬上来。现在其实对于 TDG 来说，他正面开团压力还是相当之大的。得看苏烈和达摩能不能在塔下反打的时候配合开出一波完美的好团。而且这把达摩也不是特别好绕，你也可以看到海月的位置始终在侧面盯着。哎，看一下两边发一路的装备哦，小麦这边领先了1500，而且现在是全员抵抗鞋，你这种开团也是更难开了。对，而且在这个版本戈亚的小调整，就是前期的一些小削弱，其实到了这个阶段就已经追平了。全部追上来了，因为之前的戈亚对于额外攻速的收益是只有50%嘛，现在的收益是2%。对，相当于还比之前50%多了17%。对，而他前期就是到后期他减掉的那20%的攻速提升，可以通过装备弥补回来了。对，相当于就差不多。接着暗影主宰微博直接动，这波 TDG 是很难接的，达摩已经漏视野了，这波应该放了。现在对于 TDG 来说，就是打高地防守战了，就高地看能不能反打。但毕竟是有达摩的，这英雄是能创造奇迹的，而且还得打正面。正面团 TDG 他现在已经这个沈梦溪已经不能再打消耗了，他就得当一个小爆发去打了，他得一瞬间把伤害给灌出去。对，微博这个阵容往后打的话，还是要把矛头直指到小雪啊，因为刚刚我们不讲了嘛，暖阳和子墨这2个人。在这个赛季切 C 次数，2个人加起来就快100次了。他们在上高地的时候其实得小心，小麦的话其实不能站跟凯并排的一个位置，很容易被达摩给踢到。就小麦可以打得稍微谨慎一些，对，稳一点。像这种至少跟凯隔个一个闪现的一个身位，就不要叠位。对，因为看到达摩漏视野了，这波才敢压得这么凶啊。他只需要不要被苏烈1闪拍到，其实就还好。反正正面也有一个海月能够帮忙拆火。这波是中下两路龙兵的一个压力哦。这波微博肯定是要压的，这个大龙兵得利用起来。看暖阳这边开不开大招？这个大龙兵就是2个队伍要互相去利用了，看谁利用的更好。晴晴位置已经被发现了，是不给你这个机会。海月先拉了一个，拉完，然后紧接着换凯上去，直接去贴后排，把仓打到了半血，打出了闪现，打退了，然后紧接着把下路的高地塔给推掉，达摩找不到好的角度去踹人，然后紧接着出来大司命也率先被北京微博处理掉，中路也有龙兵，转到中路把 TDG 的中路高地也给拔完，拔完之后再去上路带上路的2波龙兵。这一波微博打团太清晰了，就让子墨去盯着青青。对抗路正面的1v1，只要把达摩盯住，正面的小麦就是无敌的，随便输出。而且暖阳已经出了反甲了，你看到他一个人卡在这仓的前面，这仓也一点脾气都没有，就不敢输出的。上路龙兵进来之后，小麦再把上路的高地给破掉，破掉了 TDG 的3路高地。苏烈过来，大招只拍到了一个狂铁，没有任何的意义，直接被打走。然后达摩进去之后，一技能加大招踢到了小麦，但是并没有能够把小麦给处理掉。小麦没有死，然后带着兵线一波破掉水晶，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拿下第1局。中间有一些小波折，但是当微博整理好了之后，后期的3路高地